等一下，志飞先检查一下我的牙齿，有没有东西？没有。好，我的呢？没有。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今天的播客有一点点特别，今天是一边走一边录，对吧？对。好。今天我们要说什么话题？今天素清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们要聊中文里面有什么词，我们说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对。等一下，志飞先检查一下我的牙齿，有没有东西？没有。好，我的呢？没有。因为如果我们牙齿有东西的话，等一下视频里有怎么办 ？OK， 对，就是因为中文是我们的母语，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词我们就会觉得，哎，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说英语的时候，我是可以说粗话的。对，特别喜欢说 damn it，fuck。我特别喜欢说西班牙语的 joder，是什么意思？这也是那种 damn it fuck 的那种意思。对。但是中文我不太可以说中文的粗话，你呢？你可以吗？我很喜欢，我知道我是很喜欢的，但是我会克制，因为不太好意思说。就是你可以说出“操你妈”这种话吗？不会，对，我真的说不了。对，操你妈！不要啦，对吧？怎么可以呢？对，就是太不舒服了。对，因为我想的是我在说中文的粗话，就是比如说“操你妈”这种，我就觉得我真的在想象，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不要，对，因为太强烈了，中文对我们来说。对，就是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就是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不可以说。不可以。我记得以前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情是，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他在学习 HSK5的词，然后有一个词就是胸部，然后他就问我，就是他说老师，那以后如果我认识一个女孩子，我可以不可以说你的胸部很大？我真的就是我当时就是觉得他很冒犯我，就是那个时候我不能接受一个人这么直接的说身体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对，但是这个男的可能是在跟这个女的约会，然后他们在做一些亲密的事情，那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呀。他可以，但是他问我，我就觉得很害怕嘛。对，但是他去问谁？素清。对，因为你是中文老师。对，现在我可以，现在我完全可以，就是现在在我这里，我什么都可以说。但是以前我还在中国，我还是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有一点点保守的。我也是，我觉得我到现在语言上，好像也不会很想说，就是尤其是中文，就是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对吧？比如说胸部，我现在觉得还好，我觉得它是比较中性，对呀，就它没有给你感觉很色情，不会，对，因为医生也会说啊，对，胸部怎么样？对。那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说奶子？所以你可以看志飞的反应，他不可以说奶子，不行，对吧？所以还是说中文，还是有一些词觉得不好意思说。我觉得很搞笑。如果你教一个小孩子说这个，会怎么样？对。好，所以你不可以接受奶子，太激烈了，奶子有点。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奶子，我觉得。真的吗？那你会不会教你男朋友这个词？不会啊，真的？不要。为什么？就你要让他什么时候说？在床上的时候说吗？对呀，平时嘛，每天啊。我觉得他会说的就是声调也会说的不对，所以会很好笑。对，就不是会觉得好辣好性感，而是觉得哈哈哈很好笑。对，不要了。OK， 好，奶子你也不可以接受，奶子不要。这个词我真的不能适应。我觉得很可爱这个词。好 ，OK， 那素清你是可以接受的是吧？只有跟我男朋友啦，我平时跟朋友不会说这样的词啦。他什么时候会跟你说这个词？这你都要知道吗？OK， 我知道了。
没有啦你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话，就是每天都可以说啊。哦，就是我也可以。今天的奶子怎么样？不是，就是可以说，哎，让我抓一下你的奶子。天哪，这个视频，对，好，对，大家不要想错，一般都是素清抓她男朋友。对，当然。对，我就是觉得这个词就是跟中国的朋友。我不会说，但是你现在跟我说，你说了几次，现在我也觉得舒服了。对，就你觉得有点可爱，你不觉得吗？牛奶奶子。下一个词，下一个词啊，我想一想，做爱啊，没问题啦，做爱你完全没有问题。做爱啪啪啪，那个上床都可以啊。哦，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差不多的？差不多。上床可能是最。你知道吗？可以想象的，就是比较，就是最真的接地气的。我不能接受“做爱”这个词。做爱可以啊，我不可以接受。或者做，我们要去做，我们做了。车。对，或者我们做了那个事情。哦，你们已经做了吗？做了。所以你觉得这些说法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做爱呀，啪啪啪，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对，我觉得都是比较日常生活可以说的这些词。好，那我不一样啊，我不太可以说做爱。我学生如果突然跟我说做爱，我会觉得很吃惊啊，我不太能接受这个词。为什么？啊，就是你可以想一下英语说 make love， 我觉得很奇怪啊。哦，是不是？对吧？但是如果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只会说，他会说 make love，然后说你的朋友是英语母语者吗？不是，他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对，那所以他们会这样说。如果不是英语母语者的话，他说什么我都觉得还好，因为他自己没有感觉。有可能吧。对，那你的男朋友是英语母语者，他会觉得 make love 很奇怪吗？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这个词。我觉得有点奇怪。好，对，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感觉。OK， 那你可能说的很多，对，所以就没有感觉，对吧？对，我一般也会用。好。那你觉得有什么中文的词，你觉得听起来很不舒服？让我想想，我们去一些阴凉的地方，好吧？就有点热。没有阴凉的地方，但是我们往这个地方走。让我想一下啊。说不出来。你想到了什么？什么？说。OK， 想到了。对，我不要告诉大家我想到的东西。就是 pussy 的中文。我常常说这个词啊。你常常说？我每天都在骂我男朋友傻逼。这个。不是这个。是什么？不是逼。你可以说嘛。今天大家要学习这些重要的词是什么？偷偷告诉我，我来说。就是鸡巴。这个不是 pussy 好不好？What？ OK， 鸡巴。对，我也不太可以说。你也不可以吧？不可以。对，如果我学生说用了这个词，我会教我学生这个词。对，但是也是有点不好意思。就听起来有点难听的感觉。对，说多了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对，你好像就是说多了还好，我们多说几遍，这样子就可能就正常的觉得这个词很正常，可能是我们不太经常说。对，我觉得好像在英语里大家说 penis 没什么感觉，但是他们不会说。那个不是 penis， 那个是 dick。对，真的？对，我觉得鸡巴应该是比较那种。对，真的吗 ？OK， 还有这个不一样。OK， 对，这个词我们也不太可以说吧？不可以，我们两个都不太可以。不可以。对，好，觉得这个词是有的词，比如说奶子，我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然后鸡巴是觉得有一点粗俗。对。
不太可以。还有什么？那奶头呢？奶头和奶子一样的，意思不一样。对，我知道，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感觉是一样的。对，对我来说都很性感啊，就是床上会用的这种。很色情。对，很色情。对，那你觉得乳房怎么样？乳房就是会医生说的。对对对，妈妈可能会觉得比较，和孩子妈妈有关的还好。对对对，这个就像我妈妈会说用的词。真的吗？你知道小的时候，我发现我妈妈没有办法说月经，或者我妈妈也不知道大姨妈这个词，然后我妈妈会说脏东西。对，好，你呢？脏东西。你对大姨妈、月经这样的词，会不会觉得不太好意思直接说？不会啊，不会。对，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我来大姨妈了。我的姨妈，或者是月经。对呀，很正常。是不是我们的妈妈对我们也有影响？就是我妈妈会说这些，所以我觉得没问题。对，如果我妈妈表现得很害羞、很不好意思，可能也会让我有这种感觉。可能。然后另外一个是志飞是大城市的，我是很小的地方。我是农村人，好不好？我的内心是一个农村人。对，但是你住在深圳。对。OK。还有什么词？这个词怎么样？屁蛋儿。屁蛋儿很可爱啊，屁股。屁蛋儿，我不怎么用这个词。屁股。屁股是我在我的中文课很早就学的一个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屁股很大，肚子也很大。对，你要是上素清的课，这种屎啊、屁股、尿，那都是非常重要的词汇。对，那肯定是一开始就要学的。是的。我们只教最重要的词汇。对，屁股，屁股最重要。而且没有人会忘记这个词，就所有人第一个记住的词一定是屁股。是吗？就是一整个故事，然后他们记住的就是屁股。OK。好。屁眼可以说吗？我觉得这个词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一个眼睛，或者我们说菊花，对不对？对，菊花呢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好意思说嘛，所以我们会说它看起来像菊花一样。你们有看过菊花吗？对，菊花有点太好听了。对，我也觉得。是。可是其实说多了也会觉得它和屁眼其实也差不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对呀，就是对，也会在很恶心的情况说菊花。对。所以这个词也变得没有这么好听了。对。对，我觉得一些床上的用语，比如说什么不好意思，比如说干，是不是干？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英语里的 damn it， 有一种那种感觉，在台湾就是这样的。我说就是我要干一个人，我干你。那我说不了。那种是不是很难说？对。Do you 那种感觉？对，是的。对，那个我也说不出来，搞也。也有一点点，有点就是太那个了，对，你知道，像动物一样，对，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要，对，为什么要说的这么清楚的感觉？要搞，对，是的好，对，搞和干和做，操，都是这个意思。对，我这些词，我觉得我都不会和朋友用。对，就是对，和朋友不会，没错，和男朋友也不会，因为他们不会，你的男朋友会中文比较多，我的男朋友不太会。但是我的男朋友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不会说粗话，任何语言他都不会说，英语也不会，不会，他从来没有说过 fuck。所以我说的时候，他会说你为什么说这个词？就有可能是有一点像你交了一个，比如说你交了一个外国的男朋友，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学会了操你妈，然后他每天就说，你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说这个词？然后我就是如果很生气的话，我说fuck，
然后他就会说你为什么说这个词？他不会说粗话。一点都不会吗？那你男朋友很不正常。对，太奇怪了吧？是的，是的。你可能会说的比较少，我想。对，一点都不说。你想看更多视频吗？那你快去我的网站 lazychinese.com， 在那里我做了更多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在零基础的视频里，我不教你拼音，不教你语法，我会告诉你一个很简单很短的故事。我会用非常高频的词汇来告诉你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如果你不认识汉字，我也给你准备了汉字课。我会告诉你汉字背后的故事。我也会用汉字告诉你一个很短很简单的故事。我的视频内容非常多元，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如果你喜欢看中国经典的故事，我做了非常非常多。如果你喜欢看食物的视频，我也做了很多很多。因为我是中国人，我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果你想听我的个人故事，我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视频。现在我还邀请了风格不一样的老师。对，还会有更多的老师加入 Lazy Chinese。我们也会在网站里加入更多的功能，这样让你的中文学习更方便、更有效。好，所以欢迎你去访问我的网站